献计没毛病，针距也标准。机器我查了3遍，张力正常，压球也正常。那就邪了。14件，件件歪同一边，还歪的一样多。下午4点验货，婚庆集团的人已经在路上了，快去把沈师傅请来。不是缝的事儿，这批缎子换供应商了吧？上周刚换的，您连采购单都没见过。缩率差了1个多点，裁片还按老料的数排的，蒸汽一过，领口不掉才怪。那这14件全废了？废不了，领面重开，借3分缝份，救得回来。沈老，别人拿着缎子做黄货，到您手里就是高定的股价。沈老，今年厂里接的全是礼服单，老板赚的盆满钵饱，年底怎么也得给您包个厚的吧？那是肯定的，高订单1件顶干货50件，利润全在这块儿。再说老板是沈老的亲徒弟，亏待谁也不能亏待自家师叔啊。不聊这个，先干活。这批下午要验。师叔，上班时间靠着歇着，这规矩可不是我立的。扣300。鹏飞，我刚把那批领子救回来，喝口水。行了，别找补，我一露面就撞见你闲着。我不在厂里的时候还不知道你松成什么样呢。扣300，你还想还价？要不是我牵线，您退休了还能有份对口的手艺活，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事儿啊？师叔，厂子撑不过这个季度了，高定的板全程我问遍了，没人打得下来。您是总板师退下来的，您拉我一把。鹏飞，我退了。你师娘的腿每周要去医院复健，我得陪着。复检的日子您随便请，月薪6000，年底利润我分您40%。师叔，我爸是您大师兄，我叫您一声师叔，您忍心看我关门？哎，先起来，开个厂是不容易。谢谢师叔，这回您帮我，我要是亏待您半分，这厂子我拱手送人。一家师门，说这些做什么？明天我就到。年底的心意，充了5000，商场随便刷。哦，对了，上周3你请假陪师们看腿，扣1000，卡里剩4000，不信自己去柜台查。鹏飞，账不是这么算的。厂里今年利润2000多万，你给我一张购物卡。厂里赚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60多岁的人了，这点事儿怎么还掰扯不明白？对了，节后有批新系列要上，初5你提前来把表出齐，工人初8开工。沈老，年底就一张卡，这厂要没有您早关门了。我一个总板师，1年吃住在板房，工资比缝纫工高不了几百，年底一张购物卡，我这把年纪图的是个脸面。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沈师傅，有话好好说，车间里吵吵嚷嚷的，影响工人干活。鹏飞，你什么意思？当年你在我家楼道里怎么说的？白纸黑字我没要你的，年底40%利润，你拿一张卡打发我。40%？叔叔你多大岁数了，还做这种梦？您主要攻制板裁片工作，张口就要40%利润。就是，单子全是邱总一家家跑下来的，厂子也是邱总的。老师傅，仗着辈分说话可不体面。没有我出的板，你们接得下1件高定的单？笑话，你真以为这厂子赚不赚，全看你一个人？我板房养着4个侧判师，就你干活了。照你这么算，我是不是得给他们1人也分40%？这事儿没得谈，40%利润不现实。您先回去冷静冷静。当年有合同吗？有录音吗？空口白牙就想切我的利润，懂不懂规矩？好，当年看你淋成那样，在我家楼道里作揖，看在你是大师兄的儿子，我才应下这摊子。你一个退休的，我肯给你一份活干，你就该念我的好。出去。行，我走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这把刀，你这厂子还能撑几天？年会大奖定了没？定了，8万的金链子，柜台今天送货。气派就行，抽奖那天把场子搞热闹点儿。1年，我睡在板房那把藤椅上，凌晨3点爬起来改板，就值这1张卡，还抵不上一条抽奖用的链子。邱培飞，这笔账记下了。爸，回来了。这是什么？部门没了，整个外贸部1层楼1锅端。什么叫一锅端？你是经理，裁谁也轮不到你呀！行业不行了，妈，不是裁我一个，是整个部门连主管带文员一个不留。你都39了，这个年纪上哪儿再找去？慢慢找，总有路。别自己吓自己，家里有点存款，撑到你找着为止。这些年攒的客户人脉还在，年后我挨个去问，有活先干着，别挑。一名服研还得花钱呢。老头子，鹏飞那边该结分红了吧？听说今年赚了2000多万，当初说好的40%，怎么也是个大数。分红全在这儿了，1张卡充5000，扣完剩4000。1张卡打发要饭的呢，我现在就找他去。站住！爸，他就是看你好说话，当年在楼道里把腰弯到地上的也是他。你有字据吗？签过合同吗？你也快40的人了，怪我。想着是大师兄的儿子，还能坑我这个师叔，连个字都没让他落，这个哑巴亏认。你今年到
到底谁亏谁赚还两说呢，心术不正的人走不远。老太婆这大话说的比我还满，这个亏吃得值，不挨这一下，我还真不知道我这老头子值多少钱。行了，做饭去，天塌不下来。爸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爸能干什么？吃亏是福，念叨了一辈子，福我是一天没见着。你们爷俩聊，小满走做饭。哎，不进邱家那个厂，我还不知道现在礼服定制的单子多到接不完。他邱成飞能干这行，我干不了。爸，您没让他气糊涂吧？62了，开厂哪条法律写着退了休就不许开厂？得，真气糊涂了，我可不掺和啊。您来真的？明天没事吧？陪我去看个厂。爸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一个制衣厂盘下来，设备加场地，每180万下不来，咱家存折上有几个数，您不清楚？钱的事儿，爹来想办法。大不了这套房子押给银行。手设备商老曹发来一条消息，城东有个厂，进口裁奖整趟线齐全，老板欠了债，急至脱手。看看，地址都有了。爸妈，260平，全款1100万。今年您70大寿，就摆江边那家酒店，把同门全请来，让他们开开眼。好房子，你师叔一家也得请，让他瞧瞧我儿子出息了。对了，年底你给你师叔包了多少？2万顶颠了吧？他一个退休的能挣这个数就该烧高香了。2万，妈你可真大方，一张购物卡充5000，他请假陪师婶看腿，我扣了1000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该扣。领工资就得守厂里的章程。万一他撂挑子呢？你厂里那些板离了他玩得转吗？妈你不懂，我打听清楚了。立秋被裁了，他家情况一般，立秋失业，孩子读书都要钱，正是紧巴的时候，我估计他不敢真辞职。对喽，往后就不是他辞不辞的事了，是怕我儿子还要不要他。明年再干1年，换套带院子的。上半年的单我全接了，预付款收了3000多万，又添了800万的进口设备，明年利润最少翻4倍。4倍，还是我儿子能耐，书没读几本，钱比谁都会赚。沈家立秋虽然学历高，但现在工作也不顺。寿佩峰请他们全家来聚聚，能帮衬的地方咱们也搭把手。放心，请帖我亲自送，电话我一个一个打。再说了，他离了我这6000块，下个月的日子都过不下去。爸，明天几点出门？7点，赶早去看看咱们自己的厂。沈师傅，你托我打听要转手的制衣厂，就这家，这位就是厂主，老郝郝连生。你人呢？新系列今天要出第1版，全版房干瞪眼等你，麻溜给我过来。还有这个月扣2000。你现在跟师叔就这么开口？师叔都闹到这份上了，还拿被子压我？少啰嗦，赶紧到场。爸，他敢这么冲您吼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让他喊他的，咱们看咱们的。邱家那个厂我有数，横里早传遍了，给他撑场面的是位老板师，失礼了，刚让2位等电话。先看厂吧，请。这几台裁床都不满3年，保养记录1页没缺，可惜啊，供货的利润1年薄过1年，我实在撑不住了。设备是好设备，高定的单子你们接不了？接不了，没人立得起那个板。全程会立彩的老师傅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您要真有这手艺，单子追着你跑。你手上就有这种单？有，设计稿在我抽屉压着一摞，全是定金都收了。成，您要能出版，我今就把单子捡回来。你捡来的单，我按行价给你算5个点的提成。当真？你真立得起来？老沈的手艺，我给你做保。这一行里，他就是这个。先说厂子，你打算多少钱出手？170万，一次结清。我外头还压着300多万的债，不是走投无路，谁舍得卖厂？让一让，这个数我一时半会儿凑不齐。您真出得了那个版？郝厂长，价钱您松松口，钱我们想办法尽快给您凑。沈师傅，这么着，我抽屉里挑件最难的稿子，您给我出件样衣，样衣立得住，这厂子我白送，我只留2成干股，行不行？你说什么？只要是件衣服，就没有我出不了的版。你有多少单，我吃多少。我先讲明白，这些稿子工艺刁得很，刁不怕，稿子拿来，工艺刁，价钱也硬。那正好，回头就按你原先的报价签，一个字不改。不瞒您说，我这债就是把厂卖了也填不明。要是您真能开工，我留2成，我还有翻身的日子。前提是您真立得住高定的版，放100个心。那我这就去把单子捡回来，白纸黑字2成写清楚。您要是今晚出得了样衣，我连夜把老工人喊回来开工。去吧，稿子先给我，样衣我打给你看。哎，您等着，我这就去。邱总，板房那边说新系列的板没人敢下刀，4位制裁师推来推去都说立不起来。废物，一个月1万2养着他们，让他们下个刀都不敢。邱总，下午还有客户来验厂，您可不能离场。知道了。等验完厂再去收拾那个老头，真是给他脸了。邱总，手头这批做完就断粮了，新版1天不出，全车间明天就得停工。停什么停？4个坐板师顶上去，离了姓沈的这厂子还不赚了？还有，通知财务，他这个月的工资1分钱不许发。邱总消消气儿，别为个老头气坏身子。就是，人都退休了，有个班上就该知足。哼，他还敢挂我电话，等验完厂看我怎么办他。跟稿子分毫不差，成了，这版成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还不行，稿面要求净差不过2毫米，现在是2毫米整，压着线，
单件看不出，批量一上真人，毛病全冒出来，得再收。这沈师傅，您这手艺，我可能真有救了。放心，你只要接得回单，救你的不是我，是这些单子。这回真行吗？我爸出手，没有不行的。零修改，一处不用动，直接能封样，成了，这单成了。沈师傅，走，先把咱俩的字签了，签完我去捡单子。好，你们的口碑我打听过了，厂子刚才也验了，设备没问题，人更没问题，这单可以签，合作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不过预付80%，没这个先例，来料加工行规就是30%，余款按交付进度结。行规是行规，秋堂是秋堂，我们的排期挂到明年了，你这单是插队加急，嫌高，您另请高明。那您到底要几成？就80%。80%，全行业翻不出第二家。签不签在您，反正缺单的不是我们。行，但我加一条，适用定金法则，贵方违约双倍返还定金，并承担所有停工损失。下月20号前必须全数交付。可以，改条款，预付80%，违约3倍。照改。沈师傅，您瞅瞅，总价600万，80%预付，480万，今早整数到账。账上的事儿你管，我不看这个。这批赶在年前齐活，净率最少500来万，我那2成就是100万出头。沈师傅，往后我这条命就拴您这把刀上了。接单归你，出活归我，各管一堂。哎，我这回是真要翻身了。沈师傅，这速度太吓人了，我刚抽了3件，尺寸全在线里。在线是应该的，板是我立的，机器是我调的。哪个环节松了劲儿，我耳朵先知道。停，这卷布不对啊！尾斜超了，这卷裁下去，整批袖子上身全拧着。换布，这卷退回去。您这手神了，爸，我妈来的，邱鹏飞堵咱家客厅里了，让咱赶紧回。回。鹏飞，饭都做好了，要不先吃口？哼，您家这几个菜，我下得去寡子吗？不吃，我就等他。行啊，一整天不见人影，我把话放这儿，这个月你1分钱工资没有。你师叔有事儿？他能有什么事儿？我看他就是不想干了，不想干直接说，收拾东西走人就是。好，那我不干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喊什么？我爸是你师叔，你爸的师弟，在我家客厅里翘着脚吼人，你的规矩呢？怪我？他今天旷一天工，你知道我损失多少？大几十万。你的损失进我家门算什么账？老头，你不想干就痛快点儿。我这不是痛快着吗？不干了，反正我退休金照领，你我之间一张纸都没签过。你真不干了？对，不干了。这3个字要我写下来吗？哈哈哈哈！老头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沈立春失业了，快40的人，简历投出去石沉大海。这个岁数去仓库搬箱子，人家都嫌腰硬。少扯闲篇，我今天正式通知你，我不干了，往后也别登我家的门。哈哈哈！我给你提供工作机会，你说走就走。等你手头紧了，想回来，可没那么容易。2年前的雨夜，在楼道里弯着腰不肯起来的是谁？开口4成利润的又是谁？不然我一个退休老头，凭什么1年到头睡你板房的藤椅？我看您是想钱想糊涂了，4成利润谁也不会答应。您不想干就算了，我当初请您来也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。那正好，面子两清，出去。行了，立秋工作不稳定，家里开销又大，您再好好想想，别一时冲动做决定。滚出去！我把话搁这儿，想回来也行，先把购物卡退回来，再跟厂里说明情况。这个丧良心的，不理他，快吃饭，吃完你不还得去厂里？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爸刚当面撂了挑子，还去哪个厂？秋堂，立秋的秋，万堂的堂，咱家自己的厂。什么？咱家的厂？妈，小满，你们是没瞧见，我爸1分钱没掏，一件样衣换回来一个厂8成的股，头一单600万，预付款今早就到账了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立秋，你跟他们细说。我先吃。那老头，
当着我的面撂挑子，说不干就不干了。什么叫不干了？那哪行啊？你也是，当初40%利润是你亲口许的，你转头就变卦，换谁受得了？妈，这事儿您别掺和。怎么闹的？好端端的说走就走？嫌那张卡薄呗？开口就要40%利润，他做梦呢！厂子是我的，单子是我跑的，他划2道粉下2剪子就想切我40%，那可怎么办？他真撂了，你那些板谁出啊？慌什么？他敢不回来，我去说。哼，40%，亏他张得开这个口。当初话是咱们先许出去的，师叔要真不回来，厂里那摞单子，大老爷们谈事儿你少插嘴，看好你的家就行了。再说了，慌什么？沈立秋失业了，一名读研要钱，他家还背着房贷，就凭俩老人那点退休金，我掐着表算，他熬不过半个月。哼，在理，回头着急的就不是你了，是他怕你不要他。也是一个退休老头子，离了咱家小飞，他上哪儿挣这6000去？不信，明天他自己就得蔫头袅脑的回厂打卡。爸，后半夜我盯着，我送您回去睡。就是沈师傅，有我在呢，出不了岔子。不用，这几台机器我头一回上手，脾气还没摸透。头几批活我得亲耳听着。您都62了，这么连轴熬，铁打的也扛不住。老头子觉本来就少，困了就在藤椅上眯一会儿，机器声一变味儿，我自己就醒了。你们该回。我算福到家了。您瞅这进度，照这个跑法，能提前1礼拜交。能提前最好。你只管往回捡单子，样衣有我。成，有您这尊佛坐镇，单子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。老头呢？会说话吗？找人有找人的样子，他不在家，让开。不在家？哟，这是给谁送饭呢？爷俩不会真钻哪个街边裁缝铺蹲着锁扣眼去了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真是放着舒服的工作不做，非要出去折腾。找的地方要是不正规，累着老人家可怎么办？你闭嘴，我家口不欢迎你，走。看来是真找了别的活干。立秋以前好歹是经理，现在落得这样也是不容易。回去带话，想回厂上班，第一，购物卡原样还我；第二，当着全场给我屈一躬认错，晾他几天，省得再张嘴跟我提40%。赚了几个钱，狂得脚不沾地了，忘了当初怎么求你爸的了。别气，你爸跟立秋等着开饭呢，先送去。邱总，你那边出了多少件了？我今天就派车，出多少我拉多少。现在拉？温总，板都还没下呢，车间没投产，您拉什么？没投产，往后每天上午1趟车，蹲在你厂门口等着装。邱总，有问题吗？哎呦，我说温总，这批合同上写的可是节后交付。对，节后交付。可今天都什么日子了，你总该开工了吧？哪有那么快？您放心，到了日子一件不少给您。到今天还没开工，邱总，80%预付款我可是打给你了。海外婚礼季的传奇定死了，就等你这批货装柜。我们厂单子多，家家都喊急，插你的单，全车间的板都得推倒重排，你当翻书呢？我加钱，总价再加1成，行不行？真等不起了，求你这一回。说排不开就排不开，听不懂人话。都怪沈师傅撂挑子，耽误我这批订单的进度。瞅我干什么？放心，用不了3天，他自己就得回来。这个邱鹏飞，这半年我把订单流水一样喂给他，求他插一回队都不行。温总，要不换供应商？这批量大，可以拆给别家。拆给谁？这个系列的工艺，全城有几家啃得动？不对，必须换！你现在就去找，谁能接下这批，明年全球的单我打包给谁。温总，还真有个现成的。上个月坚持预付80%才肯签的那家秋堂，他家那位咨询型师傅，样衣是我亲眼验的，一次定稿封样。别打电话了，带路，现在就去。沈师傅来客了，这位是婚庆集团的温总，聂主管您见过，他们有批急活，您给长长眼。这个系列不是压在邱鹏飞厂里的那批吗？老师傅，实不相瞒，就是那批，您看能不能接？急，特别急。您要接得下，明年我全年的单都放您这儿，1个月最少800万。爸，接得住吗？给我40分钟，样衣上人提。别说40分钟，4个钟头我就在这儿站着等。温总，办公室坐，茶缸沏上。温总，让您的人上池。全部在线，比原厂封样还准。老工匠，这次您可是挽救了咱们公司啊！今天最好今天就能动工，薪水我来付。您去和工人们讲，留下来赶工的发3倍薪酬，每日1结，可以吗？行。
下午把面料送到，我先排材。我现在就调车送料。沈师傅，这可不是单子，这是往后10年的饭碗啊！小聂，办2件事：第一，秋堂这边要什么给什么；第二，邱飞鹏那批预付的面料派人盯死，交付日当天差1件，要求他双倍返还定金，并全额赔偿连带损失的律师函，直接送进他办公室，1个小时都别给他留。我今晚就安排。邱总，出事了！工人全堵在大门口，要结账回家过年。过什么年？手上的活干完了吗？谁带的头？一律按矿工算。邱总，大伙的意思很简单，工资结清就散伙。往后这厂里怕是没活可干了。别瞎说，订单排到明年6月呢，大家再坚持坚持，手上这批加急单年前必须赶完。邱总，沈师傅到底哪天回来？沈师傅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脾气太倔，连我电话都不接了。板出不来，我们缝什么？总不能守着空机器守岁吧？都杵着干什么？想走的现在站出来，走了的明年别想再进这个门。不知道厂里压着加急单吗？单子压着有什么用？没板，我们拿什么开工？在这干耗着，工资又不见发，我们不回家等什么？就是，还有几天就过年了。板房那4个座谈师是摆设吗？让他们顶上。那4位，上礼拜让您骂跑俩了，剩下俩连个锈汪都合不还。这厂的板从头到尾就是沈师傅一个人扛的。可不是。沈师傅不回来，您接100个单也是废纸。前年这厂什么光景，我们哪个不清楚？你们烦了你们了！邱总，不是大伙不肯加班，板真出得来，春节留下赶工都行。可现在板房是空的，让大伙干等，等到哪天算个头？等几天能死？他马上就回来了。沈师傅还回来？您把人当傻子呢？说好的4成利润，一张购物卡打发人家，这是全场谁不知道？亏您干得出来？我的账轮得着你算？滚！现在就滚！走可以，工资结清，少1分，仲裁见。对，结清工资，马上走人！滚！都滚！明年一个不收，还明年？没有沈师傅，您这厂撑得到明年吗？邱总，人走光了。废物！几10号人，你一个都稳不住。这个月你的绩效清零。邱总，人家出来是挣钱的，厂里没活，又赶上年关，神仙也留不住啊。这批人明年再来求职，一个不许要。行，可要是沈师傅一直不回来，年后那批交付……放心，沈立吹失了业，他家等米下锅，撑不了几天。等他自己回来，工资砍到5000，让他知道谁离不开谁。沈师傅，首批全结了，刨掉料钱、工钱、水电，净利530万。郝厂长，先别光顾着乐，合同我带来了，明年全年每月最少800万的量，今天就落笔。爸，我这脑子还没转过弯来，账上留多少？怎么分？老郝，你先拿350万走，往后从你分红里慢慢扣。使不得，沈师傅，这万使不得。拿着，先把那300多万的债清干净，人无债一身轻。厂子在，往后有的是账分。沈师傅，我这一把是真赌对了，我都认命了，想着这辈就这么烂在债里了，是您把我从坑底拽上来的。该我谢你才对，没你让出本钱没有，上哪占这8成股权？这便宜是我捡的。是我运气好，撞上您了。您放心，这厂子我拿命跟您一块守。好。大师兄，万堂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半个月不进鹏飞的厂，你知道他损失了多少？你那份工资还要不要了？我跟鹏飞当面说清了，不干了，工资1分不要，行了吧？万堂，你60多的人了，跟个晚辈较什么劲儿？那是你亲师侄。这样，初6我70大寿，你们全家必须到，当着全同门的面把话说开。寿我到，话没什么可说的。必须到，彩萍一家也来。鹏飞新制的大平层，你这当师叔的不来开眼？让您久等了。不碍事，老爷子，就您这手艺，早20年自己立门派，如今早成一方气候了。2年前是师弟雨夜里堵在我家楼道，腰弯到地上求我出山，就应了。后头的事儿一言难尽，不提了。今天签咱们的合同。师侄，邱鹏飞，我想起来了，前2年行里就传邱氏请动了一位退休的总板师，扛子起死回生，是您吧？他那厂之前眼看就要黄了。是我。那这合同更没跑了，条款您过目，没问题，现在就签。
你跟他谈。这是我儿子沈立春，合同的事儿他比我懂。幸会，往后打交道的日子长着呢。邱氏那边函件备好了没有？备好了，交付日就在后天。他们车间到今天一针没动。好，到期当天面料清点拉回，3倍配牌的函直接送进他办公室，1个钟头都别给留。爸，初6那顿寿酒摆明了是鸿门宴，去吗？全部门都在场，正好把这笔账当众念清楚。二师兄，你人到哪儿了？同门都齐了，20桌就空着你们一家的位子。路上呢，厂里刚交完一批货，走不快。什么厂啊，二师兄，你就编吧。给人看仓库还是守大门呢？大过年的都不歇，放着鹏飞那么体面的厂不待，你遭这份罪图什么？行了行了，麻利点。真就你们爷俩去？我陪爸去就够了，他哪是摆寿宴，是摆展览，展览他儿子的出息，顺带展览咱家的落魄。那妈和我在家备饭，你们把话说完就回，锅里给你们温着。万堂这是摆什么谱？请他喝寿酒还得3催4请。二师兄真去外头打零工了？之前在鹏飞厂里不是好好的吗？好什么好？大半个月不露面，我损失7位数。不是看在同门的份上，我早找律师告他去了。不能吧？二师兄那个人最讲究有始有终，无缘无故撂挑子，不像他的做法。他就是脾气倔，认死理，这性子容易在社会上吃亏。可不是嘛，年底一张购物卡还嫌薄，5000呢。搁我家那口子1年都攒不下5000。卡是小事儿，您猜他张口跟我要什么？厂里40%的利润，40%！我请他来划粉财部的，他真拿自己当股东了。哟，那是想瞎了心了。鹏飞啊，你前叔家的小勇30了还闲在家里，年后能不能进你厂里？尽可以，丑话在前，自家人，月薪4500，加班照上，1分不多给。行行行，有你这句话，婶子心里就踏实了。还是鹏飞有本事，那么大的江景房，说买就买。那是，等会儿也帮着劝劝我师叔，60多了还往外折腾，图什么？回我厂里，我还按6000给他开。退休的人了，有个班上就该念佛，他还有脸挑3拣4，回头他得谢我，谢你5000。大师兄，他就是开5万1个月，我也不去了。5万？师叔，您这开价也太高了，根本不现实。万堂，你越老越糊涂。鹏飞肯给你留位置，你还蹬鼻子上脸。二师兄，今天大寿的日子怎么穿得这么朴素？刚忙完手头的事儿吗？诸位的好意心领，班我是不上了。今天来，一是给大师兄拜寿，2是把话当众说清。不上班，就凭沈立秋那点失业补偿，快40的人简历投出去，连个回音都收不着吧？我的事儿不劳您费心。万堂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个岁数出了这个门，哪家厂肯收你？鹏飞这是仁义，你得领情。行了，我退休了，就想歇着，不成吗？歇着可不行，板房那几个废物一个板都立不住，工人全散了。你撒手，我上千万的单全得砸在手里。这样吧，师叔，让立春进我厂，月薪5000。他那个岁数，外边没人要了，我这是照顾。老沈啊，如今行情多难，我家小勇找了1年了，立秋能进鹏飞厂里，多少人求都不来，你就应了吧。不必，立秋的工作我早安排妥了，你这份照顾留给用得上的人。安排妥了，上哪儿安排？行了行了，大喜的日子先入席。万堂，喝完寿酒，让鹏飞带你去大平层开开眼，260平全款。可不是，那房子我瞧过照片，江景铺满一面墙，还是鹏飞出息。说实话，我读书是没立秋多，但做生意这块我确实更顺手些。立秋往后跟着我干，你当过经理不假，可隔行如隔山，先从接单员做起，我不亏你。不必了，我有工作。这就找着了？那你爸也得回鹏飞厂里，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？你爸再帮衬几年，你们也置办一套那样的房子。是这个理，你爸多挣1分，你肩上就轻1分。沈立春有着落了，坏了！我爸不想回去，这事儿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？那可不行！他撂挑子这大半个月，鹏飞损失多少？做师叔的不能见死不救。就是啊，万堂，当初你应下的事哪能办到撒手？夫人上马，总得再送一程吧？怎么成我欠他的了？他配我救吗？寿酒我就不喝了。今天把话说完，我们爷俩就走。不能走！不干是你自己说的，现在连寿酒都不喝，你出尔反尔！师叔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师叔，您再帮我一程，回厂里坐镇，顺手把那几个字板师带出来，成不成？不带，我一个退休老头，不敢误人子弟。
师叔您别开玩笑，我车间压着上千万的单，您这一撒手我怎么办啊？万堂，跟孩子置什么气？他混，我这当爹的替他赔个不是。坐下坐下，喝完寿酒慢慢说，全同门都看着呢。不做了，家里温着饭。大师兄，别的不用讲，我不干，就是不干。是不是嫌钱少？鹏飞，快再给你师叔封1万！对对对，师叔，我这就去取。省省吧，1万、100万、1000万，我都不稀罕。师叔，您别太过分了，1000万的薪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邱鹏飞，刚那句话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他想清楚再张嘴。当众贬损他人人格，这一听几十口人都是证人。我在外贸公司管了8年合同纠纷，怎么取证，怎么起诉，我比你熟。告，随便你们。我还觉得你们撬我客户呢，咱们走着瞧，看以后这行谁还愿意跟你们合作。撬客户，合同在哪儿？竞业条款在哪儿？我爸跟你连1页纸都没签过，这话是你自己当着全场嚷出来的，忘了？今天同门都在，正好，我问3句：2年前的雨夜，是谁堵在我家楼道，腰弯到地上不肯起？月薪6000，年底利润分40%，是谁当着天当着地亲口许的？1年到头，我睡在板房那把藤椅上，到了年根儿，是谁塞给我一张扣的只剩4000的购物卡？听一张嘴，字据呢？录音呢？拿不出来，你就是污蔑。对，我拿不出来，所以这官司我不打。这笔账我拿到你师爷的同门面前来念，念完了是非黑白，个人心里个人清楚。大师兄，寿我拜过了，饭就不吃了，家里人等着。哎，怎么不把弟妹他们一块接来？鹏飞，快开车去接你师婶。不必，今天来就为把话当众说破，说破了两清了。这个万堂，爸，随他们去，不吃拉倒。离了他一个老头，我这厂还能塌了不成？那你现在上哪儿找人给你出版去？哼，你二师叔也是不识抬举，1万都封给他了还不要。彩萍，你评评理。这理我评不了，先开席吧。过2天我去寻二师兄聊聊，放心，总能劝回来。不用劝，我今晚就挖人。全城的板师，我出双倍的价。暂时无法接通。喂，我是邱氏。邱堂的院子里，2台崭新的整烫机正从货车上掉下来，工人围着卸包装，木屑撒了一地。同一个上午，邱氏的车间空的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，缝纫机上蒙的灰能写字。爸，又谈成一家高端礼服品牌，1个月600万的量，刚落的章。好，排进3月的档期。沈师傅，我跟立秋路上合计了，现在单子排线不够吃，我想再添一条整烫线，2台裁床。添是该添，账上的钱转得开吗？赚得开，首批的利润趴在账上呢，设备分2批进，现金流断不了。就是有一样愁板师，您一个人2条线，铁人也扛不住。招啊！12000不来，开15000；15000不来，开2万。爸，钱不是问题。上礼拜面了4个，立曹上手一试，全露馅儿。这行的好手比单子还金贵。接着找，手艺这东西急不来，找不着，我先顶着。邱总，交付函又来催了，板房那边还是一个字都排不出来。催，你就会站在这儿传话，传话能把板传出来吗？邱总，要不还是把沈师傅请回来吧，只要他回来，厂子立马就能转起来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忙吧。爸，沈师傅有消息了吗？车间等着开工，我都急坏了。我在你师叔家蹲了2天了，人影都没见着一个，他这是诚心躲我。我不管，你是他大师兄，你压也得把他压回来。工资我涨到7000。弟妹，万堂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我们昨天做到天黑，今天又做半天，他人呢？大师兄，我说第3遍了，他在厂里。弟妹，你就哄我吧，年刚过完，哪家厂这就连轴转了？我看他就是躲着，不肯见我。我们自己家的厂，赶自己家的工，这有什么好哄您的？你们家什么家典我还能不知道？开厂盘个厂180万起步，你们那点积蓄够付个定金吗？弟妹，别赌这口气了。鹏飞都发话了，工资涨到7000，这可是看在自家人份上，外人想都别想。大师伯，我爸真在自己的厂里，厂名叫邱堂，
就在城东。行了行了，你们爷俩一个鼻孔出气，别绕了，给你爸拨电话，让他别躲了。老头子，你还是回来一趟吧。大师兄倒在咱家坐了2天了，你回来把说明白。寿宴那天不是说明白了吗？我回去说什么？厂里3条线都在赶工，走不开。万堂，你也别躲了，我这个当师兄的给你低头赔不是还不够吗？鹏飞厂里等着你救火呢。他都发话了，工资涨1000、7000，这是看在同门份上。大师兄，涨到10万我也不去。桂兰昨天没跟您说吗？我自己开厂了。万堂，你怎么犟得跟头驴似的？我把话放这儿端着，鹏飞可就去请别的师傅了，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。让他请得着是他的本事。行了，大师兄，财床上还压着活，我挂了。您2雷也回吧，别干坐着。喂，这个万堂，弟妹，你再劝劝，这样我做主，再加2000，统共9000。你转告万堂，明天务必去厂里报道。大师哥，我们是真的开厂了。哎，行了，别嘴硬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谁不知道谁呀？稳了，你妈把话带到了，涨到9000，她就是跟你怄气，台阶给足，明天准回来。9000可真够抬举他的。行吧，9000就9000。鹏飞，你师叔回来以后那张讲嘴你给我把住，开口老头闭口老头的，他一撂挑子，你算算你亏了多少？爸，这您就不懂了。我要是给他好脸，他隔3差5就得跟我提4成的事儿。这种老师傅性子傲，不能太顺着。鹏飞说的在理4成，想都别想，就得让他明白，没有咱家，他一个退休老头上哪儿挣这9000去？还是母亲知我，明天他保准到。二师婶居然硬说自家也开了厂，凭他家接手工厂的资金从哪儿来？这分明是找的借口。当初话是咱们先许出去的，师叔要真不回来，厂里那落单纸上落在纸上，我拿什么扣他？你哪头的？家待着去。行了，牌局3缺1，就等我了，今晚不回来了。邱总，查着了。城东那个新厂秋堂，工商登记我托人看了，法人代表3个字，沈万堂，占股80%。先生，登记了吗？没预约不能进。让开！我找沈万堂，我是他师侄儿。哟，我当是谁？邱总大驾光临我们这小庙来了。你给我站住！喊什么？有话，站那儿说。您居然自己开厂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？我开我的厂，为什么要问你？我用你签字，还是用你出钱？你开了厂，我那边怎么办？我车间的板谁出？我上千万的单谁救？寿宴那天你怎么说的？不干就趁早，话音还热乎着呢。我照办了，你又不认账。万堂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瞒得我好苦啊！你怎么不跟师兄商量一声？商量什么？我花自己的手艺挣自己的饭，需要谁点头？万堂啊，鹏飞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你这一撒手，他那摊子就塌了，你忍心？哼，他塌不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在他手底下领6000股东的时候，现在我1分他的钱不挣，倒要我兜着他的厂，这个责任我担不起。万堂，话别说这么绝，同门一场，同门许出去的4成变成一张购物卡的时候，怎么没人提同门？你少翻旧账！我把话放这儿，把这厂关了，回我那儿去。关了。邱总，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1年给他分红20万，不50万，这总够意思了吧？50万，邱总，我给你念组数字。首批订单净锐530万，长约在手，1个月800万的量起步。上个月新添2条产垛，这个月底再进2台进口财床。就冲这个盘子，你开口50万？530万，1个月800万。这些客户本来都是跟我长期合作的，现在都转去你们那儿了，我这厂子可怎么撑下去啊？邱总，这话说的可真新鲜。当初沈师傅在你厂里，你是怎么带人家的？4成利润缩成一张卡，人家陪老伴看趟病，你还扣1000。我在邱氏干过3年，要不是沈师傅，你那厂前年就该贴封条了。这会儿人家自立门户了，你追上门喊冤来了，早先干什么去了？你们先别插话，这是我们师门内部的事儿。万堂，老婆子求你了，鹏飞是你亲师侄儿啊，你拉他一把吧。万堂，要不这样，分红80万，开厂的水多深你不知道，你跟着鹏飞旱涝保生啊。大师伯，我们厂的规模已经压过邱氏一头了，回头您路过城东进来喝口茶，亲眼看看。送客吧，该说的寿宴上说尽了。沈万滩，你这么做不太好，咱们走着瞧。沈万堂已经转身往车间走，头也没回。半个月后，邱氏半阁楼的玻璃门裂了一道口子，用胶带10字封着。走廊里催款函塞满了门缝，
保险柜上贴着法院的封贴，白纸黑字，秦凤章鲜红。鹏飞，完了，账户今早冻结了，7家客户联名起诉，厂房、大平层全查封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不服，我不服啊！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糊涂孩子？当初你按承诺给你师叔分红，哪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还有对策，可以请师叔来帮忙，只要他愿出面，事情就有办法解决。邱先生，若无预约，您不能进去。邱守信也来了，就在门房外头的马路牙子上坐着。头一天没人出来，第2天没人出来，第3天天擦黑还是没人出来，第4天卢彩萍来了。跟我进来吧，就这一回。师叔，救救我！厂子封了，房子封了，车也拖走了，我背了一身债，我什么都没了。起来说话，我救不了。您能救？您回我那边坐镇，2头兼着，我派车早晚接送。年薪我给您150万，配车配助理，师叔我求您了。这套话我听着耳熟，2年前的雨夜也是这么个姿势，也是这么烧许诺，我信了去了。到了年根儿，你怎么跟我结的账？师叔，这回不一样，我发誓，我拿我全家发誓。发誓？当年你说亏待您半分，厂子拱手送人，誓言倒是应验了，厂真没了。就是没送人，是让法院封了。你现在再发一个，谁敢接？帮不了。不光是不想帮，是真帮不了。厂里3条产线连轴转，我自己的板都出不过来，哪有闲手去救你的厂？彩萍，你劝劝你二师兄，就当师兄我求你了。大师兄，这个情我说不出口。当年寿宴上的话，我们全同门都听见了。鹏飞怎么对二师兄的，大伙儿心里都有本账。这个忙怎么求，您自己掂量。行了，都回吧。你们自己看看这车间，3条线2班倒，我是真腾不出这双手。沈万堂，我都这样求你了，你居然见死不救，你算什么长辈？我算是看透你了。请他出去。不用碰我，我自己长腿。沈万堂，你眼睁睁看着我倾家荡产，你的良心不疼吗？良心？那咱们就当着你爹，把良心账算算清。我进你的厂之前，讲好了每周陪你师娘复健，你满口应承。后来呢，我请一次假，你扣一次钱，一次比一次狠。我62岁，教过你立房的第1针，你在全厂人面前，开口一个老头，背口一个老头，我这声师叔在你嘴里值几个钱？许我4成，给我1张卡，我认了，我走了，没跟你打一场官司。这已经是我给同门留的最后的体面。大师兄，这些事儿桩桩件件您都在场，您说过一句公道话吗？没有。您还嫌他给得多？您这个师兄把我当过自家人吗？现在是你们求我，不是我求你们。这个忙我没空帮，有空也不帮，各走各的路吧。万堂，师兄给你做个揖，你就拉鹏飞一把。大师兄留着这个揖吧。送客。二师兄，你快来一趟吧。大师兄他心梗，刚拉进医院，正抢救呢。钱全交了，押金也补上了。大师娘，费用您别操心，我没告诉我爸，怕他这个岁数受不住。兔崽子，这么大的事儿也敢瞒我？人呢？现在什么情况？鹏飞呢？他爹躺在里头，他人呢？电话打了，他在那头就说了3个字，都怪我，人到现在没敢露面。太不懂事儿了，躲着能解决问题吗？爸，他来了，在那儿站半宿了，没敢过来。万堂，你来了，躺着别动。这一遭是老天爷收我的账。鹏飞不成记起，韩兆头他拿卡打发你，我帮着算。师兄这辈子最亏的是你。行了，人先养好，账的事儿往后再说。万堂，我替他们爷俩给你赔个罪，这一功你受着。使不得，人平安比什么都金贵。素素，委屈你了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，你自己拿主意。
别让他把你拖垮。爸妈那点春秋金，往后贴给你多少是个心意。二师哥，鹏飞那边你真一点不过问啊？房车全没了，债还剩200来万，头2月闷在家里灌酒，谁劝跟谁瞪眼。现在呢？上个月起，夜市北口支了个改衣摊儿，裁边换拉链改裤脚，一晚上值180块 ，listing 一个本子，还一笔划一笔。素素白天在饭店帮工，两口子倒是没散。姑，不是我爸狠心，是真腾不出手。厂里3条线连轴转，版权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他1个月里20天睡在厂里。还好现在一鸣跟着学，晚上能替他爷爷盯一班。一鸣也上手了，这小子手上有分寸，是块料。我这一身东西正一样一样往他身上挪呢。那干脆好，这手艺断不了根。二师兄，你也悠着点儿，60好几的人了，身子是本钱。对了，大成呢？工作落停了没有？别提了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晃荡半年了。让他来厂里，跟在我身边，从刃背头学起，学出来就是下一个板师，饿不着他。真的，跟着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回去我就撵他来报道。还有，让素素也过来，仓库缺个管账的，他细心，工资按市面上开，1分不短他。二师兄，鹏飞那么对你，你还……账是账，人是人，他的账我算清了，素素娘俩的日子是另一本。让我们共同见证秋堂服饰百城百店正式收盘。小伙子看半天了，台上那老爷子你认得？认得，那是我师叔。那个80亿，本来我碰得着边的，是我自己一双手把他推出去的。2年后，沈师傅好，回厂里转转啊，我扶您一段。忙你的去，我们自己溜达。叔叔、师婶儿、素素，家里都好，都好。小雨大学毕业了，进了家设计公司画图，上个月开的工资，非要给他爸塞500块还债。好，孩子立住了，比什么强。他爸呢？债上礼拜全还清了，他让我给您捎句话，说等哪天您肯见他，他到您面前鞠个躬，赔个罪。这才没脸提，可这话在他嗓子里压了2年了。肯把200万一支一线缝回来的人，就还有救。让他把摊子守好，什么时候来，厂里的茶给他留着。爷爷奶奶，你们怎么摸进来了？不是说好去江边遛弯吗？我还想问你呢，研究生毕业2年了，郝伯伯给你牵的那个姑娘，见完面就没下文了？奶，我这不是走不开吗？3号线的新财床刚到，脾气还没摸透，现在就去约人家。今天这班我替你守。爷爷，那是全自动的新款，程序都是新的，您未必玩得转。瞎说！你手上那点本事，哪一针不是我教你的？我教出来的手艺，我还能玩不转？成，您老宝刀不老。那我真走了，卡壳了，您可等我回来。去，还有我拆不开的机器。老太婆还记得不？3年前，有人拿一张卡，给我这把老骨头标了个价。现在你看，这一片才是我的价。行了，老头子，回家，饭在锅里温着呢。